大家好，我是东爸行为，今天我们来讲《一胜千金》的第3话啊！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上回说到三姐妹奔向威胁基奈给他们卖命打比赛，不成想后者居然是反客为主啊！双方只能是暂时达成了合作。不久之后呢，天马旗下的里格斗团体就再度开业了。这天，一华来到现场过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倍感惊喜。现场的观众人数直接比以前翻了1倍，虽然和专业的格斗比赛仍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气氛已经烘托得相当到位了。经过了之前的经营策略讨论，华莱从 KTV 调拨来了一堆漂亮的小姐姐销售酒水，这也让小小的地下酒吧里可供娱乐的项目丰富了不少。天马表示，现在就只需要擂台的搭建需要着手了。目前还只能在地板上进行简易的格斗对战。不过看三姐妹的表情，她们对努力改进过后的会场已经是相当的满意了。接下来就只需要看身为主角的格斗士们上场表演了。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，初次登场的基奈好像是刚从学校赶来，连衣服都没有换就直接闪亮登场了。他那身极为显眼的贵族女校服装更是引起了一阵骚动，而对战的选手则是全部由一华靠人脉关系物色来的。这位造型干练、身穿运动服的小姐姐是一华在警局的后辈百濑新阳。目睹了有公职在身的前辈居然在地下搞黑拳比赛，那新阳小妹妹也是三观尽毁啊！可是碍于日本盛行的职场等级制度，她无法拒绝前辈发来的邀请函，只能硬着头皮出战了。场下的天马等人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新阳的战斗履历，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对柔道有所涉猎，高中更是直接退学加入了六真会馆，取得了初段的水平。没有错啊，就是那个光我叔叔所在的六真会馆。看他的样子不过20出头，初段应该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取得的最高段位了。那么面对这位战力和地面双修的格斗好手，我们的基奈小妹妹将会如何对敌呢？从主办方给出的赔率显示，毫无战绩的女高中生基奈那完全就不被看好嘛。此时场下的花奈正洋洋得意地介绍着他弄的兑换货币，也就是地下拳赛主要的盈利项目。他们打印了大量面值的名为瓦尔基里券的卡片啊，这个卡片和日元的汇率是1:1，观众购买卡片之后就可以对比赛进行下注了。在赢得了卡片之后，便可以去隔壁的当铺兑换成现金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兑换是要吃回扣的。我操，这不是妥妥的博青哥经营套路吗？合着这种黑道赚钱的下三滥手段都被你们学完了是吧？一华真不愧是被称为邪恶条子啊！他还早早的就买通了单位上的调查人员，就算被举报了也不会被问责的哟。那么介绍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项，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终于要开始了吗？只见裁判一声令下。好的，我宣布比赛结束。最喜欢 B 站网友的一条弹幕了。基奈以迅雷般的速度突进到了新阳的身旁，他的拳头如同机械重炮一般穿过了新阳的攻击，精准无误的在后者的水月处打出了一个凹槽。因为中日穴位图在有些相同名称的穴位上位置有出入啊，反正大概就是打到胸骨下面一点的那个位置。这个击痛点要是遭遇了重创的话，当场被打到休克也是能够办得到的哟。当年光我对战叔叔的时候，就是被一记前踢打中了水月，躺在地上大半天都缓不过气来啊。可怜的新阳妹妹本以为是来当临时工的，结果当场就被打到面部扭曲，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。裁判也是惊慌失措的跑去查看了半天之后，宣布道：秒杀，是秒杀呀！基奈选手轻松的就获得了胜利啊！场下的一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精挑细选的小师妹居然如此轻描淡写的就被爆杀了。现在就连外行人都能够看得出，基奈的战斗水平已经远超出了这种小联盟的层次了。天马兰此时还来不及苦恼，这以后要上哪里去给基奈找实力相近的对手啊？没成想后者居然拿起了话筒，非常自来熟的开启了发布会。趁着现场观众的情绪被刚刚的大
大冷门推至了顶点。基奈简单的做了下自我介绍，他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有着一战之力的速度更快的对手。接着他就从包包里掏出了一大叠的钞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里有活生生的500万日元哦！要是能够打赢我的话呀，无论是谁啊，都有机会独享这500万元的现金奖励哦。你说什么？要知道500万日元啊，相当于是一个社畜1年的工资。就连横纲这种顶级薪资的运动员啊，一个月基本工资也才300万日元，加上里格斗界的收入比正规比赛来的要低，基奈开出的奖金无疑是天价级别的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比武招亲直接就给现场整爆炸了，天马他们根本就控制不了这堪比暴动的局面啊！在今晚过后，悬赏的事情啊，一定会被传遍大街小巷的。但花奈此时却一反常态的表示，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流而上啊？因为能够拿出这种级别出场费的地下组织少之又少，很多强者一定会闻到金钱的气味自动上门的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顺势扩大组织的规模，完成逆袭啊！从臭鱼烂虾一跃成为行业中的翘楚啊！那么天马他们赌上事业命运的计划到底能不能成功呢？而基奈想要寻找的速度更快的人又到底是在意味着什么呢？请期待接下来的精彩剧情吧！本话结束。